欧阳，你觉得我们现在办案会不会参与太多了？欧阳，啊，欧阳，啊，我说我们现在会不会办案的时候参与太多，会违背法院中立的原则？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审判过程中保持公平的判断。你是在想骑行运胜的事儿还是什么？这几天跟环保局还有检察院的同事开会啊，我老觉得是我们在指挥他们工作。这么下去，我们会不会越界啊？我们的主体是环境，它可不会自己发声、自己讨公道啊。环境有可续性，判完以后就不管了，反而是不负责任。你说的对。那天曲副院长提议啊，对于一些重大案件，可以由专家陪审员组成7人制合议庭。如果这个改革行得通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对案件事实部分的认定了。罗源，啊，听见我说什么了吗7人合议庭啊，没问题啊。你这怎么了？今儿不在状态，是不是白天出什么事儿了？算了，反正周一去院里你也知道了。怎么了？你说呀。赵庆生今天来现场了。啊？他跟疯了一样，差点向海兰动手。海兰没事吧？人没事，赵庆生也被带走了。这一次他应该会被司法拘留吧？但我担心他之后啊还会冲动，但始终是个雷呀。我说我去找他谈谈，海兰又不让，说找他谈也没有用。找他谈确实没什么用，他心里现在有个洞，得有人帮他放上。洞？那这个所谓的洞，难道是海兰造成的？是审判造成的？那为什么还要海兰，还要我们去帮他缝补？海兰不欠他什么，法律更不欠他什么。说到底，他就是想找个人替他承受他的内疚。你说的是没错，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走上歧途的人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什么原因都不是他打击报复海兰的借口。这么说吧，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过往吗？其实我只。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不过你得快点了啊！我怕再拖一拖，海兰就要抛弃我们这个庭了。你看这几天上班都是心事重重的。等忙完手头这个案子，我来想办法吧。你想什么办法呀？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等想好了再告诉你。去，藏着掖着，去，我先想。时间还早，咱们要不去公园看看吧，然后再去跟他们开会。相信大家都知道，囤积危废会对土壤、水样、大气以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运胜化工厂所囤积的废料已经通过天然降水还有地表途径对周围的土壤造成了污染。经过采样，我们发现有一些废料通过地表温度下被微生物分解，也开始释放有毒气体了。除此之外，这些废液、废料还有可能引发火灾这样的安全问题。虽然外部的土壤已经开始修复了，但如果放任场内的染污继续下去，这些修复工作
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而且根据检测评估结果，下河头村即使现在进行废油和碳化泥的回收以及土壤中和，还是不适合居住。这么严重？要完全清除废物对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10年。谢谢夏老师，相信在座的各位通过夏老师的讲解以后，对于尹盛化工厂的现状都有一些了解了吧？不过还是应该先找到当事人吧。关副局长，咱们为了这事儿聊了不止一次了吧？现在你就算是想推卸责任，也拜托你换个新词儿，行吗？我是在推卸责任吗？我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关副局长，《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5条规定里明确提到了，逾期不处置或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高副局长，我想问的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责任就在环保局。黄律师，麻烦你跟各位法官还有检察官解释一下。好的，我们针对西兴运盛化工厂里的危险废品进行了调查。这些危废来自于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凤凰岭祥发公司，并不属于西兴县环保局的处理范围。关军，你这是有备而来啊！哎，罗厅长，论法律，我比不过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环保局也是待了20多年。该我们环保局管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推诿。但是，谁也别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泼。既然控辩双方无法达成调解，那我们将择日开庭审理。根据夏老师提交的论据和现有的证据，我认为七星县环保局没有履职。我同意罗婷的看法。亏他们想得出来，竟然以固废来源公司不在七星县做借口，逃避监管责任。既然本案事实认定部分合议庭达成一致，下面就法律适用部分发表意见。根据《固体污染物防治法》第1条，我觉得这次的判决应该落在保障公众健康和维护生态安全的必须性上。这不可能，这个责任我们绝对不担。他们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们过去，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了，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他们。我现在就去找县领导沟通去。管副局，管局，这要去县政府了？我们败诉了。管局现在情绪比较激动，说是要去县政府找领导讨个说法。其实不过就是恢复环境的问题吧？这管局未免也太固执了吧？开玩笑，你知不知道恢复环境需要花多少钱呢？那比公益基金用在外围土壤上都不够，哪还有预算修复厂里的？那他去找钱了？恐怕都不是。他刚刚出门之前说，要是县政府不处理，他就去找市政府；要是市政府不管，他就去找省政府。进。刘院，您找我？大江市环保联合会诉七星县碧湖湾生态林公园管理委员会的案子，已经分到你们庭了吧？你别拿这种眼神看我呀，坐。
您可从来没有为一个案子单独找过我。七溪县生态林公园是我们县近10年来最大的市政工程，大江市政府还特地组织了专门的单位负责监督，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我们七溪县的人均环境，并且拓展旅游市场。可是他们将一块原始森林开发成了人工湖。我知道。所以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案子你得给我办好了。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没有听懂？真没听懂您的意思。反正就是这个案子，不管结果如何，我拜托你办的别像上次一样搞得天怒人怨，让人踏破我法院的门槛儿。哦，原来您是这个意思啊！您放心，我一定做到公平、公正，让人家挑不出毛病来。不过刘院长，我也想请您帮个忙，下次院里开总结大会的时候，就别拿案件数量、结案率来让我们环保厅难堪了，行吗？怎么，难为情了，罗厅长？没有，就结案率而言，你们不仅仅在七溪县，就算是大江市里，你们都是倒数第一。这个不能拿数据来说话。我们环境资源的案件，那就是这样，每一个案件都涉及到庞大的专业背景和复杂事实，我不能为了结案率影响审判质量。你这话你别说给我听，院里人手不足，就光你们听，就3名法官，已经很多人对你们有意见了。这个案子你要给我办的又是风又是雨的。不会啊，刘院长您放心，这个案子我肯定给您办的笑逐颜开的打开太阳伞，不会晒黑，啊！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布置任务。等一下，什么事，刘院长？那个林法官那事儿现在怎么样了？对方目前没什么动静。那也要小心些，最好早点解决。明白，走了。别停，前面啊还有一个人工湖，造的可好了，是吗？哎，你到时候去看看啊！谢谢你啊！不要走了，没事，再见啊！怎么样，王念？老大爷跟我说，这儿以前啊，环境特别差，几乎这儿周围的居民都不敢进来。但自从这个公园一建成以后啊，他每天都到这儿来跑步，已经坚持1、2年了。我感觉这儿的居民对环境挺满意的。满意，那事情就麻烦了。什么意思啊？为了挖这个湖，被砍的树肯定不少。宁文，一会儿回办公室去查一下资料，看看能不能抓个大概比例出来。好。哎，厅长，你看那是啥？去看看。这活动中心不过也没办建筑许可证吧？上去看看。罗厅长，何主任你好。罗厅长，耿法官，哎，你好。你们来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我好来迎接你们。啊，我们也是刚到，就想走一走，参观一下。我们办公室就在活动中心楼上，请跟我来吧。好，走吧。前面是游泳馆，这边是羽毛球馆，那边是打乒乓球的。哎，都到了哈。都到了。这几位都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我们管理层的同事，那几位是附近几个街道办的主任，这几位是居民代表。哦，各位。这是西兴县环境保护审判庭的法官罗庭长耿法官，大家鼓掌欢迎。这是给我们摆龙门阵啊，谁审谁啊？什么场面没见过？坐吧，何主任。有点意外啊。本来以为是内部讨论，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虽然手续上出现了点问题，但是我们生态林公园的确是民心所向，是七星县县民的福利。各位法官们也知道，我们生态林公园是咱们县政府的工程吧？以前我们几个小区都挨着这片树林，因为树林面积范围大，所以你们看到地图上我们好像很近，其实啊，交通上很不方便。对，当时啊，还没有开发的时候，我们住户也有很多安全隐患。可是现在建成了公园，很多小区连成了一片，安全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再说这个人工湖，不仅将园区的几个板块给连接了起来，还给园区的动物们提供了取水地，可以说是整个生态园区的核心地带。结果环保联合会竟然跑过来告我们，说我们毁坏林地，还要把人工湖给填回去。何主任，问你个问题。你们为了扩建这个人工湖，到底砍了多少树？环保联合会诉你们毁坏林木公益诉讼案，说你们没有申请许可证，这情况属实吧？还有这个活动中心，你们办建筑许可证了吗？这栋建筑倒是办了的。为什么知道给活动中心办许可证，却没为人工湖申请啊？不就是个人工湖吗？有这么严重吗？是呀，人工湖的建设是件大好事儿。怎么就有人见不得别人好呢？这些人啊，就是自私。哪些人？就是到你们那边告状的那帮人。你是说大家是环保联合会？不是，是那些没良心的黑心商户。黑商户？这个所谓黑户呢，有15家，他们是在生态林公园建设之前，占用了生态林公园的部分土地，违规搭建，然后住在了里边。因为政府要建公园，所以遭到拆除。但又因为他们是侵占了国有的土地，没有拿到赔偿，心中会有不平衡，所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所以他们就怀恨在心，向你们这个环保联合会检举我们，而你们就成了他们的枪手。苏律师，你应该告诉我们这件事。是谁检举的重要吗？现在的原告可是大江市环保联合会。法院有权利、有义务知道事情的真相。管理委员会在没有经过环评、没有申请建筑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开挖人工湖，这个已经触犯到了法律。难道因为只是一个黑户检举，你们就不受理吗？今天组织双方过来，是想看看能不能达成和解。公园管理委员会愿意就未经许可自行动工这一部分缴纳生态赔偿金。苏律师，您看。罗厅长，这么大一个人工湖可不仅仅是违建，那些被砍掉的树呢？那些曾经栖息在那儿的鸟呢？这些可不是赔偿就能解决的事情。我方要求将扩充的人工湖部分恢复原状，还要恢复原本的生态容量。苏律师，恢复林地需要动用多少人力，需要多少资金的投入，又会引起多大的社会舆论？这个你考虑过没有？这些花的不是我手里的钱，那都是老百姓的钱呢。何主任，先冷静一下啊。苏律师是这样，我们去现场调查过。
也收集了很多当地居民的意见。当地的居民对这个公园态度还是非常支持。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要是有人谋取私利，我是坚决支持法院的，必须依法严惩。可是话说回来，这所有的人都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心态来这做事情，真要是法院判了，政府颜面何在？脸往哪儿搁？再说了，民心何在？这真会让人寒心的。徐副市长，你的这番话，我是不能赞成的。我们不能贪图一时的风景、漂亮的政绩，就放弃对长远利益的追求啊！否则的话，我们将来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老曲啊，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啊！咱们就说这个七星县这个运盛化工厂这个案子，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因为环保部门长期监管不力、不作为造成的呀。你说的对，老曲，本来这个你不提啊，我也不想说。这大家也都知道，七星县是我们市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地方。你再搞环保，再怎么着，你起码现在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嘛。这县里的经济刚好转一点，刚刚上来一点，你们环保法庭一来，你看把这县里头上上下下弄得人仰马翻。你说是民生重要，还是你这改革重要？民生当然重要。我们还是拿这个运盛化工厂所在的这个下横头村说事儿。人家当地的人啊，原来搞些养殖啊、渔业啊，这搞得也是风生水起，很好啊。结果呢，让他们这么一折腾，现在呢，土地废了，年轻人走了，钱没得挣了。这对民生是什么？这对民生不是一场灾难吗？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不是不了解。七星县县长找过我，我也明确地告诉他，别再上诉了，别折腾了，要服从法院的判决。不管怎么样，就算勒紧裤腰带，也得把这土地给我修复了。徐副市长，今天就为你这番话，我一会儿请你吃饭，就在我们食堂吃顿工作餐。我要代表下横头村的老百姓向你表示谢意。记着，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截断经济发展的道路，恰恰是为了让它更加有序、更加畅通的可持续发展嘛。谈何发展？照此下去，我看是寸步难行了都。鉴于双方不能达成和解意向，法庭为查明被告的行为是否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将依原告申请，委托环境风险及损害鉴定评估专业机构对案件所涉专业性生态环境问题进行鉴定。近日，备受市民好评的碧湖湾生态林公园深陷环保官司。我市某公益组织以公园建设破坏了生态环境为由，将园区管理方告上了法庭。这一行为背后究竟是为了公益还是私益？市民公园是否将遭遇生存危机？请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当初公园在建设上有些手续没有健全，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我们愿意负责，今后在工作上也会多努力、多注意。但是这个公园是给老百姓服务的，这一点有目共睹啊！你们去问问老百姓，你们不要采访我，看看这个公园到底好不好。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难道你也先入为主了？这是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修复生态环境是一种公益，园林建设它也是一种公益，这些市民们代表的就是第二种公益。罗厅长讲的有道理，我们要做的就是平衡这两种公益。但是现在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园林建设对生态破坏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你说的也没错，生态类那边也请了个专家做了一份鉴定，跟我们请的专家得出的鉴定结果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本案的事实部分没有异议，但是呢，就是坚决不同意回填人工湖。可是这个地儿有水有绿化，怎么会破坏生态呢？这不是把破坏的都补回去了吗？笨呢你，鉴定书不都在这儿吗？等等，聂文说的有道理，我们必须得先搞清楚生态林到底破坏了哪些地方，修复这些被破坏的地方才是我们审判的目的，不是吗？联系一下夏老师，让他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鉴定报告。真别说啊，能在这个地方散散步、跑跑步什么的，还真是惬意。而且这温度啊，也比外面低了好几度。是，要不是我参与这个案子，我还觉得这是政府为民办的一个好工程。肖老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案例挺有意思的，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工湖过去主要用于水库建设、水库储水，属于水利工程。现在人们为了改善环境，用人工湖泊来造景，很多地产公司都这么做。没错，肖老师，现在好多小区都会建一个湖，环境好了呢，房价也就高了。我们调查过，这周边的房价确实比其他地方高，就是因为这个人工湖。刚才耿法官也说了，觉得这里的温度比外面的要低，是这样的。人工湖吸收了太阳能之后，利用水的蒸发带走了热能，形成了新的湿度和温度，有了自己的小气候。一般情况下，湖水作用可以使周边的环境平均温度下来2到3度。这么说，建这个人工湖的好处还是不少的呀。虽然人的体表舒适度是增加了，可是周边的生物，它们能适应吗？这怎么说？这么说吧，我们就说这湖水，湖里的水是从哪儿来的？雨水、自来水，还是地下水？这些水又去向哪里？流向自然湖泊，还是变成了一滩死水？在扩充这个人工湖的时候，它的防渗漏是否完善科学？周边的污水会不会进来？有没有人或者机构能对这里进行监测？这些东西我们之前好像真的没想过。一个缺少水体交换的人工湖水系，是存在大量隐患的。不仅会导致水环境的恶化，还可能产生类似于甲烷类的有毒气体，甚至毁坏水生及周边生物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当然，这一些可能房地产商们未必想得到吧？他们也不愿意想得到。照您这么说来，这个人工湖还有可能成为生态环境的重大污染源。有这个可能。真没想到。现在不仅要考虑砍树带来的破坏，还要考虑水系未来的安全。我需要数据。原本想啊，这可能是政府的一个为民工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他们是好心办坏事了。罗婷，这案子可不好判了。找专家。人工湖现在已经改变了生态林的生态循环系统。如果把人工湖回填，会对附近生态造成更大的危害。生态恢复本来就需要时间，现在回填还来得及。你这是本末倒置、教条主义。那你就是助纣为虐、绥靖。哎，两位专家，咱们都是来解决问题的，千万不要。罗厅长，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生态恢复它都需要时间。虽说公园建了2、3年，但这对于生态环境来说仅仅是开始啊！现在回填，重新种植，恢复原有的环境生态，一切还来得及。罗厅长，他的方案就是劳民伤财啊！重新拆掉，再重新补植，这个费用
可能会比当初建造的费用还要高上好几倍啊！专家别着急啊，您刚才说那个价值和这个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价值啊，能成正比吗？生态环境是无价的呀！哼，哼什么你哼？我看是你那几个生态修复公司的股份无价吧？说谁呢你？你这是污蔑，你这是血口喷人！专家库可是对我审查过的，没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会主动申报。我和你这种学术混子说不到一块去。谁也是学术混子？怎么？你。这里是人民法院，不是菜市场。这个案子要用数据来说话。你们是专家，是学者，能不能先不考虑钱的事儿，整点有用的，行吗？拿出一份修复报告来，把这2个方案的优缺点和对环境的影响写清楚，然后咱们再谈钱，好吗？女法官，这次的证据绝对没有问题。这次是渔政和公安的联合调查，蹲点半个多月了，又是人力情报、数据研判，又是河流入江口的动态，这我们才找到了以海阿平为首的非法捕捞团伙。作案工具、数量、金额以及买家都点清了。江检察官，这次真的是辛苦你们了。我这个人就这样，你习惯习惯。跟你们办过那几个案子吧，我也算是摸清楚你们环保团的脾气了，都是为了司法公正嘛，能理解。对，理解理解。那既然这样，来握个手吧。说回案子吧。说回案子吧。除了刑事这一块呢，我们还附带了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海阿平在临江的禁捕期内非法捕捞、买卖鳗鱼苗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还严重破坏了临江鳗鱼资源以及周边的环境。如果这是一个刑事案的话，那我们直接就送到刑庭就行了。但是这个案子还牵扯到了环境和公益诉讼的问题，所以我们跟领导商量了一下，还是送到你们这儿。了解。等罗厅长他们回来，我们会做一个专门的研讨。江检察官，以后估计咱俩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辛苦你。不辛苦。江检察官，辛苦了啊。找妈妈去。怎么还不高兴了？你又吃了我的布丁。又吃了你的布丁啊？不过是个小气。小琪，麻烦你了啊！这老关出差，我也没时间去接他们。姐，你别跟我客气，我也特别喜欢他俩。你平常就忙，姐夫又出差，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行了，跟小琪哥哥进去吧。啊，来，去吧。我带你们去看动画片。我不看。走喽！慢点，慢点。左左右右。跟叔叔打招呼了没有？海兰，你结束了吗？结束了。滚面今天回去，让他送你吗？你不回去啊？我，他跟夏老师要去办点事儿，所以让我开他的车送你回去。有事儿。行。你们那个生态林案怎么样？有进展了吗？哎，别提了，环境规划院的2个专家意见不统一，吵起来了。一个说要维持现状，这就是变相的承认了事实；一个坚持要拆，要回填人工湖，但是价格不菲。刚才在会议室啊，吵得不可开交。回填人工湖肯定是笔巨款，而且老百姓失去了休闲场所，情绪也会反弹。但是公园方在工作上确实出现了疏忽，得赔。妈妈，你刚刚有没有听见我说悠悠吃了我的布丁，他还不跟我道歉？生气了是不是？没事，妈妈把悠悠的布丁晚上给你一起吃。我不要，那不是我的布丁。行。怎么不是呢？你看啊，把中午的布丁挪到晚上吃，晚上你就可以一次性吃2个了，对不对？
好了，去看会儿动画片啊，等妈妈一会儿，乖。怎么了？看什么呢？如果是异地布置呢？现在原告坚持的是生态容量遭到破坏而缩小，所以才要求恢复原状，对吧？对。那如果我们让园区换一个地方进行补植，这样生态总容量是没有变的，就跟佐罗的布丁从中午挪到晚上吃是一样的。只要换一个地方，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是先找一个靠谱的专家评估一下，只要确定这个方案能够恢复生态容量，咱们就这么办。同意。同意。同意。那我可以吃2个布丁吗？当然可以啦。来，悠悠，一会儿让耿面叔叔也给你买个布丁。啊，谢谢叔叔。谢谢叔叔。还有哥哥呢。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小爬，整理一下。明白。我把咱们之前办过那异地补植的案子资料找出来，大家参考一下。开窍了啊！耿面叔叔，辛苦你一下，找一些靠谱的专家来帮我们的设想告。还有夏老师提出的人工湖水质问题，也请他们一并论证一下。好的，哥哥，我这就去联系啊。悠悠的布丁别忘买了啊！回去买。谢谢葛天叔叔啊！哎，小鹏，上午蒋检察官送来的那个鳗鱼苗案，给庭长看一下。好。鳗鱼苗案，看来咱们上次的巡回法庭很成功啊！检察院又送来一个升级版的案子。妈妈刚刚说了，今天晚上你的布丁给我吃，我不给你吃。你在中午已经把2个布丁都吃了，总量没变。可是我晚上还想吃，总量不可以变。不可以变，对，好，统统给我上车。你们俩就不能安静10分钟吗？系好安全带。这会儿我就羡慕你的生活了，安静。我妈说还羡慕你们的生活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啊？工作不是忙吗？没时间聊这事儿。上车吧。坐好。我们不同意。宋律师，你先别着急决定。副会长，今天请你们来法院呢，是因为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方案能够实现公益最大化，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一下。这个方案根本就不足以遏制撕破人工湖的行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啊，环境公益才是我们的第一考虑。如果赔偿这么少，其他单位都做效仿，难道不会对之后的环境公益造成更大的损害吗？吴会长，环保联合会这边也坚持恢复原状吗？罗厅长，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苏律师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担心这起不到警示作用。我说几句。好。我觉得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人类活动就是不断的在占领自然。过去是村庄、耕地，后来是工厂、城市，都是人类开拓出来的。我们做环保也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只要人类存续，就不可能避免向自然伸手。夏老师，那按你这个说法，以后我们大家都不用做环保了，反正大家对自然是想怎么榨取就怎么榨取。这就是我们的误区啊！随意开采的反面不是不开采，是平衡，平衡人和自然之间的利益，保证生态自然可持续性发展，这才是我们做环保的目的。其实这个方案，我觉得就是在促进这种平衡。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要回填，需要大量的土壤、水，拆除又会产生大量的废料，这是更大的资源浪费啊！孙律师，要不我们再考虑一下。
从我们法庭的角度啊，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达成和解，维护环境公义。但抛开这些，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环保厅成立到现在的一些工作感悟。很多环境侵权案件中啊，我们最终都是以判赔、判罚结束。但这个金额呢，要么太小，不足以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要么太大，变成一纸空文，被判的人破产上征信名单。可是，受损的生态环境，他们一直被搁置在那儿，等待着政府去修复，就跟运顺化工厂一样。我说这些是想让大家换种思路想一想，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会不会比一个夺人眼球的判法更有利于生态环境呢？陆厅长说的有道理。这样吧，我们再回去商量一下。好，我送你去。吴会长，我送送您。苏律师，我知道上次生态林的何主任说话有些冲闹忙你，但是你换种思路想一想，他会不会是真的把生态林公园和去公园的市民放到这儿，才会那么情绪化？罗厅长，您现在是在暗示我在闹脾气是吗？你是专业律师，当然不会因为个人喜恶影响到专业判断。你应该清楚，一个不合理的诉求不会得到法庭的支持，法庭最后的判决一定是进行了综合考虑后的结论。我和我的当事人会认真考虑法庭的调解意见，也请允许我们先找专家鉴定一下这个修复方案，我会来回复您。好。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这么神秘？说。我决定离开环保厅。开什么玩笑呢？不开玩笑，孩子要上小学了，不能都让老关一个人带。所以这次忙完马玉苗的案子，我就申请调回大江市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们都商量好了？总监说你不会阻拦我的。我就是觉得我们这3驾马车开得好好的，你这现在突然说要走，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有家庭，不能什么事都扔给老关吧，我也得牺牲牺牲。哎，是这样，海兰，只要你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无条件支持你。海兰，如果要真是因为孩子的问题，要不你把孩子给我们带吧？是，你会带吗？我可以学啊，我跟耿念一人一个。我已经很麻烦你们了，每天接送我上下班的。再说了，你能帮我带多久？带一辈子吗？真是阴魂不散啊！这才出来几天呀，又来了。罗远，看慢点。要不先别管，等上了高速就好了。海兰，正好我和耿念都在，要不我们下去跟他聊聊？
慢点，小心，慢点，小心走，赵启生，赵启生。海兰，我先去给他办手续。哎，葛面，葛面，怎么了？你刚刚电话里没说清楚，你没事吧？没事。你孩子出车祸了。我去看看。要不坐会儿？不坐了。哎，怎么回事？海兰姐，怎么样？还没醒。不是说轻微脑震荡吗？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醒啊？医生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别太担心了啊。再等会儿，我先去忙了。哎，麻烦你了，我先走了。丁法官，哎，范队长，怎么样？我同事刚刚调查了一圈，发现他一个亲人也没有。朋友呢？啊，事故交警正在处理。谢谢。太晚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就行。你也一起回去休息吧。他等会儿醒过来，看不见人总不太好。这事儿，我总得解决吧。好。你们也回去吧。那水你留这儿吧。啊。有事打电话。开车慢点啊。好。喂，老公。妈妈，悠悠今天又吃了我的布丁，我忘记我已经吃过了，我不是故意的。悠悠，你个小迷糊，怎么吃的东西都忘了？走走走，早了，跟妈妈说晚安，回房间睡觉去啊。晚安，妈妈。宝贝儿，晚安，快睡觉去啊。别早了，海兰，你俩早点睡了啊。走走，照好妹妹啊。晚安。晚安。海兰，你确定晚上要一个人留在医院？他还没有醒过来，我就是想确定他没事儿。我觉着是不是可以这样？你让医院通知你他醒过来，让你再过去不就完了吗？我刚刚才知道，他身边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你想想，经历了车祸，他要是醒过来，一个人也没有，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好歹我也算是个熟人吧。明白了。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你早上中午再上去，我先睡了。行嘞，你早点睡啊。晚安。拜拜。你醒了啊？我去叫医生。滚！饿吗？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点儿。你少在这假惺惺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还好只是轻微脑震荡。你这2天就在医院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操心。有完没完？滚！滚呐！老婆，没事，他只是刚刚醒过来，情绪有点激动，没事。那女法官，我们还是在病房里吧。没关系，我们2个认识很久了，没事。
好吧，那我俩就在门口，有事儿您叫我们。好嘞，谢谢。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晚上我都会留下来照顾你。你现在想当好人已经太晚了。我没有必要在你这儿做好人，你也别误会，我对你没有任何愧疚。那你留在这干什么？假装同情我，看我的笑话。赵先生，你都多大了，怎么还这么幼稚呢？我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你。我理解你为什么愤怒，但是你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你走到今天这步，真的是因为我吗？如果是我，我绝不推卸责任。你难道忘了当初是谁让我在那个认罪认罚协议书上签的字吗？我。你还有脸承认？我当初那么信任你。你如果不做错事，警察为什么会抓你？被你骗的。我是骗你去抢劫了，还是骗你过失杀人了？我进监狱是被你骗的。我的律师告诉你了，我是被迫参与抢劫的。那个女的也是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我才会推倒她在地上。我也没想到她就这么死了。我有人证的，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我一直都相信你的话，从7年前到现在，我没有怀疑过你的口供。正因为如此，法庭才酌情减轻了你的刑罚。但事实是你犯罪了，服了7年的刑，还不认罪吗？你说你是被胁迫的，但是你参与了抢劫，犯罪事实清楚，所以我才能够依法判你，所以你才入狱。这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我不清楚，我就知道，要不是我进了监狱，我妈就不会死，我不至于连她最后一面我都见不上。你入狱之后，你妈妈来找过我，一是来感谢我减轻你的刑罚，二来是来拜托我，让我在你出狱之后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但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是在惩罚我吗？你是在惩罚你自己，伤害的人也是你自己，你对得起你妈妈吗？大法官，你怎么可能会理解我这样的人呢？读书的时候被欺负，到了社会上又被打压，我现在是一个废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废人，一个蹲过监狱的罪犯。我除了恨你之外，我的余生还能做什么呢？看来你还是思考过啊。过去的事情，就算重复100遍、1000遍，它也是过去了。你不往前走，你怎么知道未来能干什么呢？赵先生，我来帮你，怎么样？我们接受法庭的调解建议。好，郭主任，这样，你们提供被砍伐树木的清单资料，砍了多少树，分别是什么树种，都查清楚。人工湖的水体安全也请你们拿出一个保障措施。等这2个方案都出来以后，我们法院这边再对双方进行协调确认，监督实施。好的，没有问题。苏律师，你这边还有什么异议？我方没有任何异议。太好了，既然你们双方对调解方案达成了初步共识，那下次会议时间法庭将另行通知。罗厅长，太感谢你了，这个事情弄得我好久都没有好好睡一觉了。法庭也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圆满解决。你们的诉求，环保联合会的诉求，都代表着不同的公共利益，但绝对不是敌对的啊。我们也是希望园区和联合会能够放下芥蒂，一起合作。您说的太好了，苏律师。之前大家有些误会，多有得罪，您别往心里去。我也有做的不妥的地方。还是罗厅长说的对嘛，咱们都是为了公益，又没有私人恩怨。罗厅长，还有想法？你别紧张，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抱歉。抱歉。我一直以为环保庭的成立不过就是走一个过场，是个形式主义。但这次这个案件，你们不仅考虑了树，还考虑了水，
我现在开始相信你们是办实事的人。只要大家彼此多点信任，我相信在环境保护的道路上，我们能走得更远。林法官，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帮他叫他罚款。这次的车祸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毕竟他也是因为跟着我。我希望这孩子经过这一次能醒过来。队长，手续已经办好了。多谢啊。没事。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哎，你这小子，这么不识好歹。林法官，你一定要自己小心一点，有什么问题，一定及时联系我。你放心，谢谢你啊。博勇，博勇，哎呦，博大哥，哎呀，林法官、耿法官，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这是前2天刚接一个案子，需要种树，这一查资料，发现你现在是种树名人了。哎，您这说的不好意思。怎么样，过得不错吧？何止不错呀，那是太好了。当初我只会这样的砍树，这次也是多亏你们没把我送进监狱，还让我种树。我这种着种着，我现在成专业户了，家里面的条件也很好了。孩子怎么样？都好，一切都好。来，别站着了，你就进去坐，啊，来看看看看。林法官，您今天来肯定有事儿吧？对，我来其实是有事儿想拜托你。你这话怎么这么客气啊？我这条命就是当初你们救下来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说，我一定办到。我看你这儿人手已经这么多了，还需要人吗？您朋友也想种树啊？我也不确定他想不想，我就是先来问问您，如果您真需要人手，我就回去问问他，看他愿不愿意来。那行啊，那您就去通知他。现在这个种树的工人不好招，毕竟挺苦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迟到了，让大家久等了。来来，快坐，快坐，大家都坐。来，您来的正好，菜刚上齐。坐吧，坐吧，来。早就听说你们食堂菜是非常好吃的，今天终于可以一饱口福了。这个不是我们食堂的伙食，这是罗远人自掏腰包买的菜，这请食堂大师傅做的。那还是食堂的口味嘛。好，大家请吧。好。徐院啊，您不说两句？还说吗？说呀。大家都饿了，不说了，吃吧，吃吧，来。那趁着曲院在，我说两句。咱们环保亭这些人在一块合作快1年了，从陌生到熟悉，从对抗到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但是，海兰跟我和耿面不一样，她的家庭需要她，需要她去大疆去工作。所以啊，今天正好曲院来了，我们一起吃个饭，为海兰践行。来，举杯吧。罗远啊，哎，你这是先斩后奏啊？啊？没有。谁给你的权利啊？啊？是刘院长吗？不是。林海兰啊，我想这个事情，咱们必须要慎重考虑。为什么呀？海兰，曲远，当时是您亲自来找我，说让我帮环保亭走上正轨，顺便避一避赵庭生的风头。我来了。我们来这完完全全是从零开始干起，一开始没有案子，好不容易求来一个案子，那案子的资料比普通案子多10几倍。我们庭就仨法官连轴转，说不上鞠躬尽瘁，也算尽职尽责吧。等一下，曲远，我真的是因为家里掰不开了。我知道你们不容易。当初为什么把你们几位一起找过来啊？不就是相信你们可以从零开始把这个环保亭一步一步的建设起来吗？相信你们可以做好，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对吧？各位，你们难道不认为这个环保亭的工作更具挑战、更有意义吗？是有挑战，有意义。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环保亭的工作，但凡我要是不是2个孩子的妈，您让我在这干一辈子我都愿意。但是，我老公已经被公司降职了，他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不能真的让他当全职爸爸吧？他乐意，我还不乐意呢。我这份工资怎么养4口人呢？您要非留我在环保厅也行，我把孩子领您家去，认您当爷爷，您养。哎，曲院，这个主意不错啊。罗远啊，你挺幽默啊。林海兰啊，怎么说呢？要说你这人六亲不认吧，觉得也不准确。但是你说，无论怎么讲，我也算是你一个老领导吧。你可以这样跟我说话吗？嗯？不是领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同意你离开环保亭，
我并没有反对你回到大江市去啊。什么意思啊？曲安，您的意思是？哎呀，曲安，您就别卖关子了。你看把。